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要分享大卫逝世的报告。那在之前我把他的技能提升到5525之后呢，就收到一些玩家的反馈说大卫逝世很糟糕的评价，可能他们是已经拿去野战使用了啦。那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用混兵的关系啊，如果比较起其他的统帅来讲，表现可能并不是这么好。但我这边的队伍全部都是骑兵啊，所以可能有一些差异。不过这边要特别强调，实战报告就是你不能确定对方使用什么搭配装备军器。如果你们真的想要看到公平的报告的话，你们就只能1对1的对决。不过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我的报告全部都是骑兵啊，所以参考价值高不高，这个就由你们自己来决定。那么这边也是跟大家讲一下我所使用的装备军器究竟是哪一套。我用的军器就是这一套啊，有2个专属铭文，然后1个普通铭文。这边争议也算是普通吧，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讲是可以达到这个程度的，我相信啦。不过我这边使用的是拱形阵，并不是3线阵啊，因为我们这边打架有比较多的时候，敌人很快就跑掉了，或者是做地鼠，所以我就使用了拱形。一方面也是没有太多转换时啦。但装备的话，我不是选择我最好的装备，我最好的装备其实是这一套啦，但是我选择了这个排名倒数第2的装备，就是拿来特意比较一下其他统帅在装备比较好的情况下出来的效果会变成怎样，所以我是用这一套还有刚刚那一套的军器装备。那我的水晶科技的话，其实没有提升到很高，我只是提升我的骑兵而已。这个工程车是后来才提升的，扩编全部都提升了。骑兵第6个部队到这里全部都是满的情况下，只是最后这个呢，因为他有要求我必须要把其他的给解锁了之后才可以再提升啊。那我不想要去解锁其他的，浪费我的水晶，所以我就没有解锁，我最多就提升到这里而已。那这个对于野战没有什么影响啦，只是对于集结跟驻防有影响而已。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啦。那关于我怎样玩的部分呢，你们可以看直播啦，我这几天都有直播，你们都可以看到那个存档我到底是怎样打架的。基本上我就是追着敌人打而已OK， 那么这边测试下来，就是有一开始是用亚瑟搭配大卫，那这边可以比较起其他的统帅，我觉得 OK 啦，他没有到很惊艳啦，但是可以用啦。假设说你是有2队连击伤害的部队的话，那这边下面是另外一批，可以看那个时间点了，这个是另外一批亚瑟搭配大卫，比较起其他的统帅，这个就没这样好。然后这边的报告51分，然后亚瑟的比较起霍去病真的还是差的比较远了。江汉战阿卡琉斯，这个是项羽搭配贝利。江汉战阿卡琉斯，这个是另外一批，可以比较一下，这边3分5分呢，它的差别比较好还是霍去病啦。就是在这么多统帅里面呢，比较起来亚瑟大卫，然后后面就变成江汉战搭配大卫了。我个人觉得江汉战搭配大卫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可能是因为江汉战没有 AOE 的关系啊。那这个是另外一批了，可以比较一下那个报告比较好。项羽的报告都比较好一点点了，这边亚瑟阿卡琉斯的报告也算是比较好，你可以看到对方赚到的击杀会比较少一点，然后司机搭配威廉报告比较好，是因为他跑太快了，敌人有很多时候都是在跑啊，他就是一直追着敌人来打，所以他那个战损比才会赚到比较多一点。最后这个霍去病真的也是这2个跑得比较快的队伍就有赚到，但如果情况是相反，就是我被敌人追的话，可能那个报告就会反过来亚瑟阿卡琉斯小赚一点，这个也是霍去病就赚的比较多，霍去病真的，然后这个就亏了项羽贝利，因为他最后被打死了，然后江汉战搭配大卫最后也是被打死，但是也没有到很糟糕，比较起其他统帅赚一般般了，他赚到的击杀没有这么多。然后这个是另外一批，还是霍去病比较好，主要是他释放怒气的速度比较快呀，天生有优点了，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这个是2253，那我们从那边开始干起吧。然后最先死掉就是亚瑟，这个好像是亚瑟的通病亚瑟好像一般都是死的比较快一点的。司机威廉，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用阿卡琉斯搭配大卫了 ，OK 啦，可以用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阿卡琉斯强，所以你用大卫搭配阿卡琉斯都是强的
我个人认为啦。另外一个亚瑟搭配江汉战，因为亚瑟他做主将，他不能做副将，做副将就变成技能伤害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把江汉战放在后面。这边的部队全部都是被打死的，可是可以显然看到阿卡琉斯在死之前还是拿到比较多的战损了。霍去病真德也是，这两个死之前拿到比较多的战损。不过显然阿卡琉斯搭配大卫好一点了，但我依旧还是觉得是阿卡琉斯强，并不是大卫强了。OK， 那么接着这边还是有关于阿卡琉斯搭配大卫的报告啦。这边是项羽，然后这个是亚瑟，这边报告好像都比较少极少，我们看比较多一点的吧。这边打架的时间23点52分，看这边吧。这个是霍去病、贞德、亚瑟、江汉战、阿卡琉斯搭配大卫、项羽、贝利、司机威廉、项羽、贝利，这个是另外一批的报告。亚瑟、江汉战小赚一点，司机威廉、霍去病、贞德报告算是最好的，然后这边阿卡琉斯、大卫这边报告比较小，就不看了。然后这个也是一样，霍去病、贞德、阿卡琉斯搭配大卫，你拿来做对比就知道这边差别多大了。然后项羽搭配贝利，司机搭配威廉，亚瑟搭配江汉战。那么后来呢，我就用阿提拉来做测试了，阿提拉搭配大卫，但是我实际感受下来是真的跑得很慢了，我个人不喜欢这个组合。这个是亚瑟搭配阿卡琉斯，项羽、贝利、阿提拉、大卫，这个是另外一批啊，另外一批统帅的报告。因为司机一开始被打死了，所以他的报告在这边。那我们直接看这里就好了。这10份报告，看到阿提拉跟大卫的表现其实一般般了，没有都特别好啊。但是观众叫我去做测试啦，我就只能勉为其难的测试给大家看了。我现在还是用阿提拉搭配大卫啦，在做这测试。OK， 那么来到了最后一批报告，为什么是最后一批呢？因为敌人好像不想要打架了。然后我也没有什么资源加速可以打架了啦，所以这个算是最后一批了。首先就是阿卡琉斯搭配大卫的报告，那接下来就是一些比较短的报告，包括项羽的，然后亚瑟的，其他的表现都没有这么好。然后后面我又换成亚瑟搭配阿卡琉斯了，这个就是项羽搭配贝利的，这些报告都会偏比较短一点啊，因为后面打的时间不是很长啊，有些是做地鼠而已。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魁的报告好了，这边项羽搭配贝利的报告不太好，然后用亚瑟搭配大卫的报告其实还行，江汉战搭配阿卡琉斯的报告是算比较好的，霍去病搭配贞德也是比较好，司机搭配威廉也是比较好。那这个是另外一批的报告，霍去病、贞德、江汉战、阿卡琉斯、司机威廉、项羽、贝利、亚瑟、大卫。那接下来这个报告比较短，我们就不看了，再看一下后面这些比较长一点的报告。我记得这里的报告是因为我被敌人打，因为我要放远程去射对方的那个要塞，想要削弱他的要塞耐久度，所以这边的报告就是站着跟别人打的，我就是完全没有拉扯，面对面硬刚那一种。大卫、亚瑟，这个是司机搭配威廉，江汉战、阿卡琉斯，显然这个报告会稍微好一点啊。霍去病搭配贞德，这个报告更加好，所以这边其实可以已经下定论了，就是其实大卫没有到非常好啦，就是比较起江汉战的功能性来讲，但如果是比较起 AOE 的话，他的 AOE 也没有像阿卡琉斯这么好。但还是要说那句啊，因为大卫他的定位主要还是在住房那边啊，而不是在野战那边，所以以我这里的报告来看，其实他的表现算是 OK 了的。主要就是你可以多一个统帅让你去搭配吧，然后可以净化一些 debuff 效果，但是比较起江汉战多一条命的效果来讲呢，还是稍微逊色一点啦。那大卫值不值得去投资呢？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你使用多少对骑兵啊，像我就有超过3对骑兵以上嘛，并且再加上我是纯骑兵玩家，所以我把大卫觉醒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如果你只是使用2对统帅，可能一个技能伤害，一个连击伤害，那就没有必要去培养大卫。但假设说你的王国的 MG 是免费的，你可以随便拿的话，那你就直接把大卫弄到5525，出第3对骑兵也是 OK。那今天测试结果下来呢，我觉得表现比较好的就是用阿卡琉斯搭配大卫，但我觉得是阿卡琉斯比较强的关系啦。然后我还有做了阿提拉搭配大卫的测试，其实如果打架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啦，还是算一般般。但问题是阿提拉的速度太慢了，所以不太推荐啦。除非你们是用混兵啊，可能有步兵、工兵啊，那个速度就不会相差太远。但是我是使用全骑兵的账号，所以看到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啊，跟我其他的骑兵比较起来，就是速度会慢很多。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有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